乾坤中静默的世界，明暗交叠的夜，我从混沌中来书写漫天风和雪，折落凡尘的红莲，一剑划破日月，用血千万遍与我为己，生命所见。以血铸剑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，越过的热烈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复兴天下的真烈，为战胜不顾一切，这一场轮回下，让见证一世化改变。直到南虚月这一世，我才终于明白，我要找的是你。我在轮回中寻了你万年，你一直都在沉睡。也好。好在这一世，终于让我寻到了你。轮回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美无人发现，我祝你疗伤。身体之上需一半的混沌之力才可疗愈。此般代价，你也愿意吗？我愿用一半混沌之力助你疗伤，并非我信你说什么，而是为了了却过往恩怨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各走各路。仙盟已被魔尊控制，魔尊放话，要一人来换仙盟的命。只有5炷香的时间，每当1炷香燃尽，魔尊便会吐露一派，直至仙盟5派尽数覆灭。你说，第1炷香将尽，本尊该从哪个门派杀起啊？不要这样，阿宝害怕。要杀要剐，冲我来！别为难孩子。聒噪！阿宝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第1炷香已燃尽，正好，便从灵居岛开始吧。阿宝。如此靓丽，这不是无垢之人吗？竟也会滋生出心魔，当真可笑。不如本尊帮帮你，修什么仙道？修魔道。放开他！
姐姐！上门！你终于来了。天命呢？既然救走了你，为何不一起过来？堂堂天命神君，躲在什么地方做缩头乌龟？天命害死了谢雪晨，我不会与他同路。这一次，我是来向你投诚的。投诚？你以为本尊会信？你可以不信，但你心里很清楚，天命是上古神器，你杀不死他。若有我相辅，你便可获得助力。我现在以我自己的性命作为交换，只需要你放了仙盟所有人。就凭你，没有资格跟本尊谈条件。本尊要的是混沌之力。姐姐！若非我自愿让渡，谁也夺不走混沌之力。你这是在自寻死路。你若是杀了我，你就永远得不到混沌之力。放了仙盟所有人，我跟你回暗域。既然你如约而至，本尊便放了仙盟这帮蝼蚁。交出混沌之力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自然是将混沌神力与魔功结合，以全圣的力量摧毁这个世间。摧毁世间，于你而言到底有何好处？好处？该是惩罚才是。这万年来，世人叛我弃我，便该付出代价。可如今的人已不是万年前的人，没什么不同。人心易变，却亦有不变。忘恩负义，自私怯懦，代代如此。是天命书篡改了你和世人的记忆。阿朱真的从未背叛过你，而你，也不是邪恶灭世的堕神。你从来都是心怀天下，为苍生付出一切的圣君昭明。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何为真又何为假呀？我只知道，这万年来我被镇压于熔渊之下，日夜遭受折磨是真，被世世代代唾弃是真。在我痛苦孤寂之时，你与谢雪晨相爱也是真。我早已厌烦了所谓的正道之心，所谓的仁义拘束，甚至那缕残魄，在回归我之时，让我看到了你跟谢雪晨的相爱与回忆，都让我觉得无比的和谐。为何不信我所言？万年前的真相便是如此。或许我有办法能帮你变回万年前那样。你能不能放下一切，重新开始？重新开始？这万年来的痛苦、折磨、唾弃，皆是我一人所受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人有资格带我说出那句轻飘飘的方向，更没有人有资格替我做出决定。你记住，从今往后，没有人皇圣君昭明，也没有正道之光谢雪晨，只有我，灭世魔尊。魔尊大人，莫要动怒。其实我也想将混沌之力尽早让渡给你，但如今我体内只有一半混沌之力，我仍需留着，才能将另一半寻回。
另一半在哪里？此事急不得，多和我相处一段时日，让我看到你的变化，我自然会将另一半混沌之力的所在告诉你。我已封印了你的功法，任凭你再诡计多端，也逃不出暗域的。好好想清楚，早日说出另一半混沌之力的所在，主动让渡，本尊或许可以放你一马；否则，暗域的酷刑、荣渊的折磨，你应该很清楚才是。如今的魔尊，狠厉决绝，真的能被净化和改变吗？太好了，看来师兄体内的魔气正在被驱除。圣公！你们都没事吧？无大碍，幸亏师兄及时控庭，只是我等为师兄驱除体内魔气，这魔气非但不散，反而更盛。这魔气属实有些蹊跷。方才我感觉我体内正魔两股气息互相交织，彼此冲撞，越想要驱除，却越被魔气反噬，甚至差点控制不了功法。魔尊狠辣，他的魔气更加诡谲。师兄，我们再试一下，肯定能成功的。此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原本欲突破法相，生机严重，与暗域抗衡。可现在，魔气侵入体内，恐怕希望渺茫了。听说尊上夜夜难眠，若将这暗域的陈年烈酒献给他，他喝完之后定会倒头就睡，一夜好梦。正所谓美酒配英雄，绝配！哈哈。沉迷于战事的战影，什么时候也学会献媚讨好了？什么讨好啊！我这是真心敬佩尊上，懂不懂？快去献酒吧，尊上一定会喜欢，是吧？哎，我也这么觉得的。哎，那我去了啊。我们尊上啊，是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。我赌战影马上就会连人带酒的走出诸神宫。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赌他会连滚带爬的被赶出来。尊上竟收了你的酒。尊上他不在诸神宫内，我把酒放下就出来了。但是奇怪了，怎么我每次夜里来找尊上，他都不在？都怪狰鸣，害得神族抛弃了人族，害得我们过得苦不堪言。狰鸣就是邪君，他是我们灾难的起源，是人族的罪恶之始。他就是个祸害。就对，明为了一时私欲，杀了他！大错惹怒神族，他根本就不配做我们的君主。那个狰鸣，他早该死了。我们快向神族请罪，求神族原谅人族，继续庇佑我们。都怪狰鸣违逆神族。
却被残余的荣渊封印所压制，夜夜仍受荣渊苦刑。谢雪晨，拜你的玉阙金枝所赐，每当我杀戮心魔，便越会受反噬之痛。但是，你困不了我多久。这无尽的痛楚，我定会加倍奉还给世间。君天，君天。连你也知人谢雪晨不愿回来，好，很好。谢雪晨，明日之后，仙盟就会安定了吗？不会。那人间会变好吗？也不会。那你为什么还是要往上冲？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好吗？在你看来，人间一团糟乱，是不是？那还用说？在这糟乱之中，你就没看到一点希望？就那么一丁点儿，算什么破希望？有那一丁点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就像当日我带你回雍雪城一样。只要有那么一丁点儿希望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谢雪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，守护好这片世界。夜冷天寒，你身子弱，不宜饮酒。身子弱？你看清楚我是谁？是天命，便不是南虚月了吗？南虚月有其懦弱，而天命则不同。南虚月并非懦弱，只是他所能如愿的太少，而他的痛苦来自于半年前你的决定。你喜欢南虚月，对吗？没有，不喜欢。那便好。今日的话，我会当作没有问过。收拾东西，准备出发。去哪里？雍雪城。雍雪城。那里是计划结束的地方，自然该提前些过去，好好准备一下。朱塔乃法器所化，在此出魔气，或许能有所助益。
入魔的前兆。这样下去，不仅师兄会入魔，我们也会被魔气所噬。师兄，清醒点，千万不要被魔气控制。师兄，师兄，坚持，坚持住！正是我道心不稳，亦难控体内魔气，唯有在神之上存之时，自会必胜修为，方能为你们觅得生机。师兄，快住手！万不可自毁修为！杀魂咒。云秀山庄，魂丧同伴，人人懂我，震荡阴阳。这些事仙盟早有耳闻。那么如今我该称你南庄主，还是天命神君？只要立场一致即可，称谓不重要。那你的立场呢？是什么？魔尊乃当世之敌，世人立场皆该一致才是。仙盟已任魔尊宰割，而我为天命，只有我方可与其抗衡。如今我已为你驱除魔气，但你在朱塔毁宫之举已经伤经脉过深，近日需服以灵药，好生休养。尊者为何一直这样看我？只是想看清楚，主宰万世命途的司命神君究竟是什么样子。南虚月的样子，尊者应该并不陌生。我说的是内心。天命之心，当真向着仙盟。尊者方才既已选择相信我，就要一直相信我，且你只能信我。这是运秀山庄灵参熬制的汤药，有助于经脉恢复。有劳凤瑶姑娘了。尊者大意，为免仙盟受魔宫所伤，便可果断舍弃自身修为。修道之人，修为最是宝贵。如此上乘的功法，说放下，便也就放下了。本是我引起的祸端。身为仙盟盟主，未能保护好众人，却被魔尊注入魔气，险些伤及了无辜。体内的功法沾染了魔气，倒不如将它毁个彻底，不留任何罪孽的余地，亦不允许自己有恶念滋生啊！黑白善恶，是非曲直，尊者果真是通透无知。师父曾说我无知无垢，可历经种种，到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我的内心仍有执念。这也是魔气能紊乱我功法的原因，不在外力，而在内心。尊者慧根，能参透所执，突破境界，便也只是时日问题了。修为一法，突破实难。或许我只是选择了最简单的事罢了。
秋明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我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。我好像也是。那是你们万年前的记忆。巫贤灵，谢雪晨，谢城主。傅来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谢雪晨，你疯了是吗？秋明，他不是谢雪晨，是魔尊。如今你们的性命在他的手中，混沌之力与他们的性命，你怎么选？混沌之力我会给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我们深陷暗狱，混沌之力我若给早了，岂非成了我们的催命符？万年前，万民都背叛你，但阿言和青阳没有。他们原本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，却还是选择了返回皇宫，死于了战乱。魔尊可以无情，但我相信你不会无意。本尊正是看在他们曾为昭明而死的份上，才让他们活到了此刻。但是，你若是依旧不肯交出混沌之力，本尊不介意让他们再死一次。你干什么？既然自寻死路，那就让他们尝尝荣渊的酷刑吧。来生，秋明，没有人能在荣渊撑过3日，他们怎么受得住？那就交出混沌之力。那就让他们在这待着吧。谢雪晨能扛过7日，没准他们也可以。你这是在玩弄人命。万年前，我珍惜人命时，世人却不珍惜我的庇护。在他们向神族姚威乞怜叩头认罪之时，便已主动选择了被玩弄的命运。不贤灵，雪晨一事，魔尊却夺其神魄，望雍雪城历代先辈庇佑，助世人渡此劫难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如今天命神君坐镇雍雪城，虽可与魔尊一搏，但他心思叵测，不知仙盟前路会向何方。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若雪晨还在，定能借此为据。其实，时至今日，我仍觉得魔尊体内尚有师兄的存在，或许师兄还有被唤醒的可能。仙盟自诩光明磊落，竟会如此偷偷摸摸？你是来自投罗网的？城主何在？谢雪晨早就死了，如今的暗域之主是魔尊。我师兄并未消亡，他只是被魔尊控制罢了。冥顽不灵。尊上，这名雍雪城弟子擅闯暗域，图谋不轨，被我当场抓获。当日在雍雪城饶你们一命，今日却来送死。师兄，我知道你神魄并未消陨，一定是被这魔尊夺了身体，控了神智。仙童前来，早已报了死志。今日就算以身为血，也要唤醒师兄。真是愚蠢至极。师兄，你我一同长大，我对你再了解不过了。你自小就以天下为己任，诛杀邪祟是你一生的志愿，如今怎能被这下作的邪魔操控呢？你想想老城主的嘱托，仙魔众人都在等着你，天下苍生都需要你，你快醒醒吧！将这阴狠毒辣的邪魔诛杀，不能让他毁了你拼死守护的世间。自寻死路。师兄，
烟筒这条命本就是你给的，当年我重伤濒死，是你将真气度化于我身，救我一命。如今若能以我的命唤醒师兄，烟筒死得其所。比起死，你或许还有些活着的价值。将他押入囚室。叫二位前来，是有一事相商，希望借碧霄宫天阶法器黑木印一用。黑木印是加强法阵和封印的利器，你寻它做什么？自有计划，无需多问。碧霄宫确有黑木印，但那黑木印是世间难寻的至宝，只有历代公主知道它在哪儿。如今兰生不在，已无人知晓它的下落。对了，阿宝是秀宝鼠，或许他能够找到。谁也别想利用阿宝。我可以去。阿宝，我可……哎，你干嘛？阿宝，这是大人之间的事儿，你不能掺和进来。你放我下来，我要去。傅哥哥、木姐姐、高姐姐，他们都在危险之中，阿宝也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。放开我！我们秀宝鼠不仅可以秀宝物，也可以秀人的好坏，但唯独你秀不出来。以前是南公子的时候秀不出来，现在是天命神君的时候也秀不出来。因为天命无情，亦无善恶，一切都自有定数。救命！救命！秋米，他们说，没有人能在荣耀活过3日，也不知道我们还能扛多久。曾经的容颜镇压着多神，如今多神不在，这每个时辰的努力偏执，应该会少些吧？或许我们能撑得更久，说不定可以跟当初的谢雪城一较高下呢。万年之前，无论是火场还是暴乱，你都抵死护我。当日我坠入时空漩涡，你毫无犹豫，舍命相随。如今在这荣渊绝境，你也从未想过抛下我。我想问你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啊！人灵之战有我父母的遗憾，万年之前有阿爷和清扬的遗憾。从时空漩涡里出来，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，他告诉我，我要好好的抓住眼前爱的人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看到你笑，我会开心；看到你悲伤，我会难过。秋米，不管前世今生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。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希望我事事做到完美，只有你，屡屡在我不完美的窘迫时刻相助，还每每为救我而涉险。是你让我明白了，什么是被爱，什么是无条件的爱。是你让我懂得了去接受爱，也付出爱。如果这次能够度过此劫，从今往后，换
让我守着你，护着你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余生就仰仗高女侠了。好。狠绝，为得到混沌之力，肯定不会罢休。高秋明、傅兰生已经被困荣渊一日，再下去只怕性命不保。我得尽快想办法救出他们。听说昨夜有个雍雪城修士被尊上抓住，关进了囚室。是啊，昨夜我路过囚室，听到里面不断传来雍雪城修士的惨叫声，渗人的很，吓得我赶紧跑了。落到尊上手里，恐怕时日无多了呀。燕头，穆玄灵，你怎么会被抓来暗狱了？是我自己要来的，我想唤醒魔尊体内的师兄一魄。你何必自讨苦吃呢？魔尊，他可有伤你啊？他并未伤我，他得知我体内有师兄传授的真气，便将我囚禁于此。他昨夜将魔功源源不断地注入我体内游走，似乎在缓解某种疼痛。魔尊竟会有疼痛，还要利用你的身体游转功法，他究竟想要做什么？我也不知他意欲何为，但是魔功游走时，我感受到了一股很强的玉阙气息，这便是正确。我相信，师兄仍在魔尊体内，并未消融。假以时日，一定能唤醒他。仅凭玉阙气息，恐怕难下定了。我来暗狱前，向玄天门借了观心法印。自师门遭案祖父身后，师兄便精研咒法，制出观心法印，不仅能窥心魔，更能观得神魄本性。若有机会一探魔尊本性，一切便了然了。观心，或可一试。好好保护自己。有劳风瑶姑娘亲自送药。不打紧，你早日康复便好。多谢。尝尝吧。姑娘，这果脯味道有些熟悉。你吃过？只是感觉罢了。11年前，师父将我从邪修的手中救出，那时我就已经丧失了之前的全部记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家在何处？师父也想过帮我去找寻家人，可当时我除了身上的衣物，也就只有一包孩童的零食。线索零散，寻人如同大海捞针，我便已放下了。抱歉，不知为何见到姑娘，便多说了几句。不记得也好，没有得到之喜，便不会有失去之苦。风瑶姑娘的果脯，是你自己做的吗？是的，是一位姐姐教我的。可惜，那位姐姐已经死了，死在一个雨夜。
世事无常。你好生休息，我先走了。是啊，世事无常，该放下时，便放下吧。你的亲人必定希望你安康无患。听闻运秀山庄的长公子精通医术，能从妖魔手中捡回命来。姑娘，唯有此法可一试了。萧月，姐姐去运秀山庄给你求药，你一定要等我回来。来，姐姐好苦啊！尝尝这个，来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你在做什么？愿你在阳光下好好的活着。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场梦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风雪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场梦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